挪威2架 F-35战斗机拦截俄罗斯轰炸机编队，并与苏27进行对峙。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俄罗斯若拒绝保证乌克兰长久独立，美国可能动用军事手段。德国赫尔辛格公司计划向乌克兰交付6000架 HX-2攻击无人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表示，欧盟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斗争。特朗普表示有意向印度出售 F-35战机。台湾希望从美国购买6架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乌克兰 F-16战机现身，疑似是完成战斗任务归来。精彩资讯马上开始。2025年2月4号，挪威皇家空军的2架 F-35紧急起飞，拦截了2架俄罗斯的图95雄式 H 轰炸机，并且与护航的2架苏27侧卫 D 战斗机进行长时间的对峙。F-35的飞行员成功识别并定位了俄罗斯飞机，在跟踪过程中 ，F-35密切监视俄战机飞机的动向，并收集了重要情报，确保俄罗斯轰炸机不会进入北约领空。由于 F-35的隐身能力，俄军似乎并未发现被 F-35跟踪。如果发生交战，俄军此时很有可能就已经被击落了。在事件发生后，挪威空军参谋长贡内鲁德少将强调 ，F-35的性能十分出众，我们在北极地区的快速反应对于我们的国防和北约的集体安全至关重要。快速反应的能力确保了我们领空的安全，并凸显了我们盟军在维护和平和区域稳定方面的力量。不过，值得一提的是F-35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优异的隐身性能，这得益于其设计和先进的设备，包括 AN/APG-81 雷达和 AN/AAQ-37红外传感器。这些技术使飞机能够远距离探测威胁，同时难以被敌方雷达发现。该飞机配备了 GAU-22 25毫米机炮，除了外部载荷外呢，其内部舱室可以携带高达2800公斤的武器，足以满足现代空战的需求。此次拦截凸显了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持续重要性，探测拦截和监控空域潜在威胁的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稳定至关重要。北约对通信中断、空域侵犯或者偏离国际航空标准的行动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是其整体安全战略的关键要素。在美国与俄罗斯即将谈判俄乌和平协议的前提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德国慕尼黑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谈。在随后的采访中，万斯表示，如果俄罗斯拒绝保证乌克兰长久独立，美国不排除发起军事行动，直接帮助乌克兰收复失地。美国可以使用经济手段，当然也有军事手段。但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担忧，警告万斯不要轻信普京的任何承诺。在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只有泽连斯基能代表他的国家和俄罗斯谈判。他警告特朗普不要轻易对普京做出承诺，投降式的和平对所有人都是坏消息，包括美国在内。马克龙还表示，目前唯一疑问的是普京同意停火的意愿是否出自真心，是否能够持续且可靠。他强调，我们需要维持集体警戒。至于后续会如何发展，我们还需耐心等待。如果有新的进展，大兵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跟进。还希望各位能够点赞、评论、订阅来支持大兵，以免错过最新资讯。德国国防技术公司赫尔辛格宣布生产6000架 HX-2攻击无人机，已交付给乌克兰。这是继之前订购的4000架 HF-1攻击无人机后，目前正在与乌克兰工业合作的交付新计划。HX-2于2024年底刚刚亮相，这是一种电动推进的 XE 精确制导弹药，射程最远可以达到100公里。该无人机具有先进的机载人工智能，能够全面抵抗现代电子战战术。当与查打一体软件集成时，一名飞手就可以控制多架的 HX-2，并发动一场集群式打击任务。此外 ，HX-2专为大规模生产而设计，每架的成本是显著低于传统精确制导武器，旨在满足现代陆战对精确打击能力日益增长的需求。
与此同时，赫尔辛格宣布在德国南部建造一家新工厂，确保在日后的战争时期能不间断地进行生产。该工厂的初始月产能就能超过1000架 HX-2。预计几个月内，6000架 HX-2无人机就能全部交付。该公司预计，这种能力将显著提高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作战效率，特别是在对抗俄罗斯在常规军事资产方面的数量优势。2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普京和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计划对俄乌战争进行停火谈判。随后，欧盟在13号表示，任何涉及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谈判都不能没有欧盟的参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当天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时说，任何有关欧洲发展却背着欧盟达成的协议，这都是行不通的。任何协议都需要乌克兰和欧洲的参与。卡拉斯还在当天的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一份与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英国共同发表的声明，表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继续支持乌克兰，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要保证乌克兰的利益，也要保证我们自己的利益。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保拉皮尼奥在2月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乌克兰的安全关系到欧洲，欧洲的安全也关系着乌克兰，所以任何关于欧洲和乌克兰安全的谈判都必须有欧洲各国的参与。参加北约国防部长会议的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说，任何谈判都会对欧洲产生明显的后果，因此欧洲必须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目前来看呢，欧洲各方依旧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以抵御俄罗斯方面的入侵，缓解乌克兰的后勤压力。正如之前泽连斯基所说的，如果乌克兰倒下了，那么下一个会是谁呢？欧洲各国和乌克兰的困境一样，都直面俄罗斯的威胁，因此双方的利益诉求高度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3号表示，今年起，美国将大幅增加对印度的军售，并有意向印度出售 F-35隐身战斗机。当天，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他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从今年起，美国对印度的军售数额将增加数十亿美元，这将为我们计划向印度出售 F-35隐身战机铺平道路。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派出了 F-35战斗机参加正在印度举办的印度航空展。而在这次航空展上，俄罗斯的苏57和美国的 F-35两款全球先进的第5代隐身战机首次同台对决，成为本届航展的最大热点。本次航展在2月10号开幕，并将持续到2月14号。至于为什么美俄同时在印度航展时展示各自的第5代战斗机，有军事博主分析认为，这可能与当前印度空军急迫地求购隐身战斗机有关。此前有媒体报道，目前美国仍然不愿意向印度出售 F-35战机，和拒绝土耳其的理由一样，是因为印度使用的是俄罗斯的 S-400远程防空导弹系统。近期，台湾希望从美国购买6架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2025年2月4号，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台湾计划从美国购买6架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以取代目前的 E-2K 机队。这引发了人们对现有空中预警能力的担忧。目前，在美国海军和日本服役的 E-2D 预计将提高台湾的探测能力。目前台空军拥有的6架 E-2K 预警机，其中4架最初是在1995年采购，并在2013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其余2架是在1999年采购，并在2005年投入使用。然而，2022年11月，一架 E-2K 在屏东空军基地的机腹着陆过程中，因起落架无法展开而受损。台湾目前正在寻求更现代化的 E-2D 以取代这些飞机。多年来台湾一直在尝试采购 E-2D 的可能性，不过最终决定不进行采购，因为陆基雷达系统已经够用了。但后来发现，这些系统由于地球曲率而存在探测限制，这促使台湾重新评估其预警需求。因此，台湾对扩大空中监视的需求日益增长，促进重新考虑购买 E-2D。与 E-2K 的机械扫描雷达相比，它的相控阵雷达提供了更出色的探测能力，将其跟踪范围扩大到了550公里以上。
但采购时间受到产能情况影响，因为日本已经订购了1、2D，现在采购飞机可能与现有的生产计划一致。消息人士表示，台湾的总需求仍是6架飞机，具体作战细节尚未披露。有官员表示，采购是基于自身需求，这次采购是台湾规划的一部分。因为最近的报道表明，台湾海军正在考虑采购 MH-60R 反潜直升机，而陆军正在推进采购 M109A7 自行榴弹炮的计划。在正式协议最终敲定和预算分配到位之前，不会披露有关军事采购的详细信息。近期一张乌克兰 F-16战斗机的照片由电报频道传出，引发了军事分析家和观察员的讨论。该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似乎显示这架飞机刚刚完成战斗任务返回。证据是一侧机翼上缺少了 AIM-120空对空导弹，并且还有外部油箱，以增加航程。F-16是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一款多用途战机，预计将成为该国防空和进攻能力的重要补充。分析人士在查看图片后认为，这架飞机可能在执行作战任务，可能拦截空中威胁或者执行空中优势任务。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军事博主指出，图片中的 F-16似乎装备了更先进、射程更远的 C 系列 AIM-120先进中程空空导弹，而不是旧的型号。这一升级将增强该战机对抗敌机、无人机和远程交战的效力。随着乌克兰继续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西方提供的战斗机的到来和作战使用标志着战场态势发生了更广泛的变化。AIM-120先进中程空空导弹的使用，也进一步证明了乌克兰不断增强的空战能力，对俄罗斯在有争议空域的空中行动构成了挑战。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希望大家多多点赞、留言、订阅，感谢支持。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